大多数的眼神都是准备看热闹的眼神。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，傅清代缓缓地站起身来，随后便走向了讲台。站上讲台，我拿起粉笔开始解题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傅清代会磨磨唧唧半天也写不出一个字的时候，他也和林北一样拿起认真的解答着。片刻后，两人顺利地完成了解答。这不可能！柳如烟突然惊呼一声，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在柳如烟的身上。柳如烟很快回过神来，连忙解释道：“傅清代同学平时学习不好，所以我怀疑这道题不是他自己做的。”柳如烟没有直说，言外之意却非常明显，他就是在告诉班里所有人，傅清代之所以能写出这道题的解题步骤，全是林北在帮忙。不过傅清代却并没有因此而生气，而是目光看向班主任。正当柳如烟想当众让傅清代出丑的时候，班主任突然从中打断了他。回座位的时候，傅清代看了柳如烟一眼，眼神中满是威胁，柳如烟却装作一副没看到的样子。到了下午，柳如烟心中依旧忐忑无比，她生怕傅清代会放学找自己麻烦，所以在下课铃响起的一瞬间，就背着书包跑出了教室。一旁的我和傅清代不紧不慢地收拾着书包。我送你回家，我问的随意。傅清代这次却没有拒绝。好啊，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，但这种宁静中却带有一丝暧昧的气氛，让傅清代很是舒服。夕阳将二人的身影拉长，地面上的影子就好像是二人依偎在一起一样。送傅清代回到家后，我直奔网吧。林北来了，网吧老板看到我满脸热情，从今天开始你只要在哥的网吧上网，饮料随便拿。得知女儿拿到票之后，心情很是不错，网吧老板自然也很开心。我见状便不再客气，从冰柜里拿了一瓶肥仔快乐水，就直奔自己常用的机器。打开网站显示追梦赤子心的版权已经注册完成了，我将这个网页复制打开文本文档，按照记忆将歌曲版权网的链接存放在文本文档里。做完这些，我点进了布林音乐的官方网站，这是华夏4大最顶级的音乐公司之一，旗下歌手无数。最近他旗下的一个歌手更是拿到了最佳男歌手。前世柳如烟刚出道的时候，做梦都想成为布林音乐旗下的歌手。紧接着我便第一时间将文本文档发了过去。另一边的帝都布林音乐总部，副总监徐清风在电脑前发愁，公司让他和另外一个副总公平竞争，谁能在这场竞争中获得胜利，谁就会升任总监。但徐清风资源和旗下歌手都没有对方多。就在他准备接受晋升无望的结果时，我的一封邮件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他看着我的歌词越唱越兴奋，好歌！徐清风拍了一下桌子，胸腔里已经熄灭的热血也因为这首歌而被点燃。他赶忙寻找我的联系方式。另一边的我又完成了一首歌，那些年，这是前世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。当我打开邮箱时，也看到了徐清风发来的消息。刚加上对方的好友，就发来了信息。徐清风本想给点钱就要走追梦赤子心的版权，但当看到我的信息却陷入沉默。5万块现金，50%的销售分成，就这短短的一行字，他就知道我是内行，同时也看得出这首歌是很有爆火的潜质。徐清风盯着屏幕看了一会之后，在聊天框里输入一行字：50万买断。这个价格真的很诱人，但我却拒绝了他买断，同时坚定5万块加50%销售分成的条件。发完不等他回复，我直接回了家。我刚推开家门，就听到父亲训斥的声音：“你小子又去哪玩了？怎么这才回家呀？”不过当听到我写歌能赚钱的消息，父母虽然不太信，但也表示只要不耽误学习，那就没问题。爸妈在很小的时候就很尊重我，同时也教导我，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都不能抱怨。也因为有这种比较自由的成长环境，我才更愿意去学习。吃完饭后，我待在房间学习，卷子做完，我一一拍照发给了傅清代。前脚刚发出去，后脚傅清代就发来了他的卷子，同时也收到了徐清风的信息，他答应了我的条件。得到我的回复后，他拿着合同从帝都赶来霞城的路上。另一边的柳如烟在自己的家里坐立难安，林北欺负我也就算了，傅清代还欺负我，老虎不发威，你们真当我柳如烟是纸糊的呀？一阵输出之后，他冷静下来反思，该低头了，再不低头的话，林北就真该不理自己了。柳如烟已经想好了，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林北发个晚安，然后明天给他发个早安，再给带份早饭。翌日清晨，我来到早餐店买了2份早饭，即将走进校门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闻言，我不禁疑惑，这个时间谁会给自己发信息？我拿出手机，是求求信息，并且头像有点眼熟，是柳如烟。林北早上好啊，在这句话的后面还带有一个可爱的表情。我看着这条信息，心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厌恶感，同时我又觉得好笑。前世我就是这样天天给柳如烟发早安的，那个时候的她估计也会和我现在的心情一样。我没回，直接将手机放入口袋。最后3个月大家都非常的积极，刚到高3年级的楼层，我就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。进到教室，戴姐，我快步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，将手中的早饭递给傅清代，肉夹馍豆浆，谢谢。傅清代没有拒绝，笑着向我表示感谢，对吗？我看着傅清代脸上的笑容，调侃道：“长得这么好看，就应该多笑笑。”傅清代闻言收敛起了脸上的笑容，又重新换上了那一副冷漠的表情。我耸了耸肩，从背包里掏出了书本，和傅清代讨论课题的声音不大，可还是传入到了一些同学的耳中。昨天傅清代写解题过程的画面，他们还历历在目。今天傅清代又认真的去改我提出的问题，这让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。二位忙什么呢？盛天的声音响起。当看到傅清代在认真做题的时候，他瞪大了双眼，一副见鬼的表情。戴姐，您的人物设定不是大姐大吗？您这人设正处在即将要崩溃的边缘。傅清代没有理会盛天，只是低头做着自己的卷子。不管是大姐大人设还是非主流人设，都是为了保护自己。现在既然有人承诺了要保护自己，傅清代便觉得这些人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一旁的我正看着傅清代做卷子，就在这时，柳如烟从教室外面走了进来。她环视教室，目光最终落在了我的身上。她将手中的早饭提了提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直奔我的座位而来。她将自己精心挑选的小蛋糕和牛奶放在了我的桌上。我转过身时，下意识的想抬头看看是谁送的这些食。当我看到是柳如烟的时候，直接呆住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起身直视柳如烟。柳如烟的所作所为都被傅清代尽收眼底，她下笔的力道暗自增加了几分，笔下的卷子正在饱受蹂躏。给你送早饭了。柳如烟的脸上洋溢起了她专属的笑容，这个笑容她练习了一早上，就是为了这个时候使用。该说不说，柳如烟的笑容是真的好看，还真能把一般的哥布林当狗玩。就算我心中对柳如烟已经有了很深的厌恶，可还是被她的笑容吸引了一瞬，仅仅只是一瞬，可还是被柳如烟给捕捉到了。不是说不喜欢我了吗？不是说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
关系了吗？当时说的那么坚决，可看到我的笑容还是会发呆。林北呀，林北，不管你嘴再硬也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不好意思，回过神来的我一脸的冷漠。我这个人没有吃早饭的习惯，要不是我桌子上还放着早饭，柳如烟还真就相信了。一旁的盛天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他那是不喜欢吃你买的早饭。柳如烟闻言的眼圈瞬间就红了，她双手捏着衣角小声嗫嚅：之前的事是我的不对，我们做不成情侣也可以做兄妹吗？说着，他便用那双楚楚可怜的双眼看着我，用着一种微妙的语气：你说我说的对吗？林北哥哥。闻言，我身上的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。盛天更是震惊的看着柳如烟，他是真没想到柳如烟的套路这么深，一直隐忍的父亲代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他将手中的笔往桌子上一扔，对柳如烟大喊道：哥哥的叫你是要下蛋吗？柳如烟闻言，眼泪终于还是从眼眶中挤了出来，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鹿，楚楚可怜：姐姐对不起，我没看到你在写卷子，我这就走。他这一招以退为进用的是真不错，但是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就足以让班里一些爱慕者心碎了。不过这群爱慕者也没一个敢得罪父亲代的，他们只能错过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。林北哥哥，柳如烟甜甜的叫了一声：早饭记得吃哦。我心中别提有多膈应了，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喜欢这样的？柳如烟走后，父亲代开口：什么？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就是这种温柔甜甜的女生。父亲代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冰冷，谁说的我就不喜欢？我闻言摇头。父亲代看了我一眼，想从我的脸上来分辨我说的话的真假。这时盛天快步来到我身边调侃道：怎么样，这么甜的柳如烟是不是从没见过？滚蛋！我翻了个白眼，没好气的骂道：鬼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。我将柳如烟放在自己桌子上的早饭递给盛天：你把别人的好意送人，就不怕人家伤心吗？父亲代语气平淡的说道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竟觉得父亲代的语气中带有一丝丝的醋味。代姐，我用手肘碰了一下父亲代的胳膊，笑着问道：你是不是吃错了？低头写卷子的父亲代手中的动作微微一滞。林北他抬起头道：你脑子是不是有泡？我的笑很有感染力，看着我笑了，父亲代竟然也跟着笑了。还有你和柳如烟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父亲代说完这句话，怕我误会，又补充道：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纯属好奇，我和柳如烟一点情况都没有。我非常认真的向父亲代解释道：之前我喜欢他，现在不喜欢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父亲代有些不太相信，但此时我的表情很认真。父亲代双眼直勾勾的盯着我，发现我并没有撒谎。林北真的不喜欢柳如烟了，现在自己终于可以确定了。父亲代不着痕迹的松了口气。一早上的课程很快结束，中午时父亲代原本想喊我去食堂吃饭的，但我的手机却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，是清风徐来发来的信息，他说自己已经到霞城了。还真来了？我小声嘀咕道。父亲代不解道：什么还真来了？我解释到自己之前写了一首歌，然后发给了一家音乐公司，这家音乐公司对我这首歌很感兴趣，所以来霞城和自己签合同。我说的不多，信息量却爆炸。父亲代首先想到的不是我多有才华，而是担心我上当受骗。不会，我语气很肯定。父亲代还是不放心，想要和我一起去。最终我为了让他放心，表示自己有什么事第一时间会给他打电话。刚离开学校，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徐清风，并报出了自己的地址。等了大概10分钟左右，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面前，一个脸型都和马东锡很像的人从副驾驶门走了下来。我见状没敢上去背对着他，因为这和自己想象中的徐清风好像有些不太一样。但当他拨通了我的手机时，我转身就接受了现实。你好，快步走到我的面前。徐清风的脸上绽放出了热情的笑容。我叫徐清风，请问你就是林北吧？我嘴巴半张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勒个烧缸，这和黑社会大哥有啥区别？看着徐清风那比自己大腿还要粗的手臂，我不争气害怕的咽了口水。徐总监你好，我就是林北。片刻后，我将徐清风带到了一家咖啡厅，各自点了一杯之后便直接进入正题。合同我已经带来了，你看一下吧。徐清风打开自己的包，从里面拿出一份合同放在桌子上。见我拿起合同，他笑着说道：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问他。我点点头，开始看起了合同。徐清风坐在我对面，边喝咖啡边观察着我。我和他想象中完全不同，自己想象中的对方应该是个乳臭未干的高中生，但看着眼前的人却很是从容淡定。很快我就看完了合同，并且对徐清风表示道：合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可以签。徐清风闻言有些惊讶，一般高中生很少有能看懂合同的，那就签字吧。徐清风将一支笔递给我，同时也非常随意地问道：这是你写的第一首歌吗？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不错，你有兴趣往这方面发展吗？我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将笔和合同一起还给徐清风。当然有了。我端起咖啡轻轻地喝了一口，表示昨天晚上在和他聊天的时候又写了一首歌。什么？徐清风闻言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歌曲创作是一件十分严谨的事情，他收敛起不可置信的表情，非常认真地问林北：不介意可否问一下，你这2首歌间隔了多长时间吗？我知道徐清风想问的到底是什么了，紧接着如实回答到3天或者4天，记不太清楚了。徐清风没有说话，只是看了一会，之后突然笑了。我想什么呢？天才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自己遇到？对方写追梦赤子心估计只是巧合吧，而他刚才说的歌估计也是口水歌。不过出于礼貌，徐清风还是问道：那你介意简单哼唱一下自己新写的歌吗？我并未马上答应徐清风，你稍等一下。我拿出手机登录进版权网，里面显示那些年已经完成了版权登记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这一天。起初徐清风还只是静静的听着，可越听他的嘴巴就张得越大，双眼也是逐渐的瞪圆。这短短的一首歌却仿佛让他看了一整场的电影。懵懂的青春，前后桌的少男少女，苦涩的初恋。他看到了一个青年为了赴少年之约，穿上了不太合身的西装，头发也梳成了他原来最讨厌的样子。他看到了一场婚礼，青年最喜欢的女孩和另外一个人在交换戒指。心有所感，徐清风的眼角竟出现了几滴晶莹的泪滴。这首歌本身就像是一个故事，我的声线更是将这个故事完美的演绎了出来。天才徐清风小声呢喃，对方绝对是个天才。他仿佛看到了音乐界一颗星星正在冉冉升起。其实这还不是最让徐清风惊讶的，最让徐清风惊讶的还是这首歌的曲风。追梦赤子心是属于那种一听就让人热血沸腾的曲风，而那些年更像是一种小清新的曲风。2种截然不同的曲风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徐清风是从未见过的。虽然只有2首歌，可徐清风还是看到了林北的潜质。只要能将这个资源牢牢地握在手中，徐清风觉得自己绝对能在这次竞争中胜出。这首歌也卖我对徐清风道：除了首先抱紧父亲带的大腿，其次就是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钱来买家附近准备出手的房子。
同时包租公也是我的终极梦想。我知道徐清风不远万里从帝都赶往霞城，是因为他很需要追梦赤子心，或者说更多的歌。咬住那些年的10万50%分成不放，就是看准了这一点。还有就是我对那些年非常的有信心。我考虑一下，徐清风准备完心理战术，我却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。那您在这继续考虑，我就先回学校了。眼看着我就要起身离开，徐清风选择了妥协，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这卡里有5万密码式，谢了。我扬了扬手中的银行卡，径直走出了咖啡厅。直奔学校的路上，我紧赶慢赶，终于在下午第1节课上课铃响起的时候，赶到了教室里。傅清代看着满头大汗的我，瞪大双眼问道：“你这是被狗给撵了？”说着，傅清代还将一包纸巾递给我，我拿出一张纸巾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你恶不恶心啊？傅清代见此一幕，满脸都是无语的表情。我闻言笑着说道：“刚才去谈了一个大买卖，赚了5个 W， 多少？”惊讶让傅清代的声音高亢起来。正在前面讲卷子的语文老师脸色一沉，从我坐下就和傅清代在说小话，碍于我的面子，语文老师就装作没看到。谁知傅清代这么放肆，他阴沉着脸：“傅清代同学，麻烦你站起来一下。”听到语文老师喊自己的名字，傅清代白了我一眼之后站起身来。既然傅清代同学这么喜欢说话，那背一下出师表吧。课堂上傅清代和我说话被老师抓到，一旁的柳如烟闻言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，她扭过头去用嘲弄的眼神看着傅清代，但当她很是自然背出的那些内容时，柳如烟直接愣住了。还是你厉害，我对傅清代竖起大拇指。对了，你刚才说5W 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相比那5W，他似乎更担心我上当受骗，但见我如此认真，他便也不再狐疑。下午放学的时候，我原本打算继续送傅清代，可还没走出教室就被柳如烟给拦住了。林北哥哥，你今天放学方便吗？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可不可以送我回家？而我闻言却大喊圣天。一旁傅清代、柳如烟疑惑地看着我，不明白我这个时候喊圣天干嘛。圣天应了一声之后，快步地跑了过来，我疯狂地朝他使眼色。圣天也很快心领神会，便开始展示他的毒舌。怎么你是没长腿吗？一个人回不了家，非得找一个哥布林陪着是吧？对付绿茶圣天的嘴一向狠毒，没想到柳如烟在面对圣天的毒舌，竟丝毫也不落下风。他用双手搓着衣角，低下头，小声嗫嚅：“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好久没和林北哥哥一起回家了。原来在上高1、高2的时候，我经常和林北哥哥一起回家的，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。就算林北哥哥以后都不送我回家了，我也会将那段时光记住，埋藏在心底。”我看着眼前的柳如烟，心中暗道：好狠毒的茶言茶语，我知道他诡计多端，都是为了让我重新变回那个被他当狗玩的哥布林。于是懒得再搭理他，准备转身跟圣天朝教室外走去。不料柳如烟又一次拦在了我的前面。林北哥哥，他笑嘻嘻地看着我：“求求你了，就送人家吗？你也知道人家没有交通工具，我家离学校又这么远，你忍心让人家走路回家吗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更何况柳如烟还是女生。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戴姐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挑拨道：能求你一件事吗？”柳如烟的出现和她撒娇的样子，早就让傅清代的心中有一团火。什么是傅清代？表情冷漠，全然没有了之前和我有说有笑的样子。我不打女人，您能代劳吗？我开口道。傅清代的目光落在了柳如烟那白皙的脸颊上。柳如烟见状，表面吓得一激灵，但实际却演了起来。姐姐，你不要再打我了。她想以此激怒傅清代，好让他在众人面前落下打人的口舌。此刻柳如烟可怜兮兮的模样，真是旁人见了都我见犹怜，但我心中却没有一丝波澜，甚至还有些想笑。她是装的。我毫无顾忌的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了柳如烟。如果你再不让开的话，说不定可就真的挨打了。柳如烟闻言，嘴巴一瘪，委屈巴巴的说道：“我让我让开还不行吗？”片刻后，我和傅清代还有圣天离开了学校。路上，圣天问了我个这段时间一直在困扰他的问题：为什么你这段时间对柳如烟的态度变化这么大呀？傅清代听闻，目光直视前方，但耳朵却竖了起来，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圣天，也同样困扰着自己。因为我觉得他不喜欢我。得了吧，圣天不屑一顾。之前我说你就像网上的哥布林，你还偏偏说这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，更嘴硬的说你有你自己的节奏，结果到头来就是被人当狗玩的哥布林。我都说了800遍柳如烟不喜欢你，你就是不相信。难道短短几天的时间你就想通了？此刻圣天并不知道我是重生回来的人。随后我耸了耸肩，一副他爱信不信的表情。走出学校，圣天坐上了他家的大奔，我则骑上了心爱的小单车送傅清代回家。将傅清代送回家之后，我便拿出手机拨通了徐清风的电话，是关于新合同的进展。我和他约在了霞城一家比较有名的酒店，另一边的酒店外，徐清风早已等候我多时。这一下午他想了很多，不过当务之急最重要的就是和林北处好关系，好让林北在写新歌的时候自己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这首歌。等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我终于到了。简单寒暄2句之后，徐清风便邀请我共进晚餐。点完菜之后，徐清风将合同又一次的递给我，我在简单的看了一遍之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林北兄弟。徐清风对我的称呼已经发生了改变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我望向徐清风的时候，已经猜出他想说什么了。以后你写了新歌，能否给我一个优先购买权啊？徐清风问道。我眯着眼笑呵呵的打哈哈，可以是可以，只是不过徐清风表示只要不过分自己都会答应。10万块，我现在也是想钱想疯了，只要徐总监愿意多给我10万块，我就可以给徐总监优先购买权。优先购买权只是一个说法，比如说我写了一首新歌，徐清风的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都喜欢上了这首歌，想要购买，在双方价格完全相同的情况下，我就必须要将这首歌卖给徐清风。可如果对方比徐清风的价格高，那我就可以卖给对方。我的10万块直接把徐清风给逗笑了。林北兄弟果然豪爽，10万块就10万块。我以为这次徐清风还会讲价，万没想到他答应的如此豪爽，一时间让我有些没反应过来。算上那些年，我一共要给你20万。徐清风拿着手机开始操作起来，片刻后对我说道：“20万已经打到我之前的账户上，叫我一会注意查收一下。至于优先购买权的合同，可以明天再签。你不怕我跑了吗？”我不解地问道。徐清风倒也不是说相信我的人品，而是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我的成绩有望考入华夏最顶尖的学府。为了区区10万块，他赌我不会铤而走险。最终我们约了明天签合同。吃过西餐，我便骑车赶往家的方向。在路过一家银行的时候，我查了卡里的余额，整整25万。我上辈子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开始盘算起来，其中20万给老爹，让他继续买周边售卖的房子，剩下5万自己留在身边防身。回到家中，老爸老妈已经吃过晚饭，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事，回来了儿子。听到开门声，老妈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将书包放回房间，拿银行卡来到了父母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。怎么了？老爸不解地看着我，我直接将手中的银行卡拍在了桌子上。老爸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，他以为我是想让他往卡里打钱。我将今天发生的事一字不差地讲述了给父母，二人听完皆陷入沉默。这可是整整25万啊！他们夫妻2个人要工作5年，不生病且不吃不喝才能挣到这么多钱，可他们的儿子却只用了2首歌就赚到了。我并不打算通过卖歌赚大钱，而是想让父母用这笔钱拿去买房子。和父母简单聊了一会之后，我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刚拿出手机就看到了柳如烟的信息：林北，你在忙吗？我有一道题不会可以请教你一下吗？我没有任何的回复，而是把目光落在了付清代的头像上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我直接拨通了付清代的电话。电话接通，付清代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，我顿时意识到不对，赶忙问道：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我奶奶住院了，我现在在中心医院。我在电话中听到付清代无助的语气：你等一会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我从床上拿起外套便跑出卧室。怎么了？正在看电视的老爸看到我从卧室里跑出来，一脸的着急，赶忙问道：我同学的奶奶住院了，他父母都在外地打工，我要去医院帮帮他。解释完，我也没给老爸反应的机会，就跑出了家里。等等！老爸喊了一声，这臭小子总是这么毛手毛脚的。老爸拿起桌子上我刚才给他的银行卡，也跟着冲出了家门。老爸急赶慢赶，终于是在楼下追上了我。这是你刚才给我的银行卡，你拿着应急，如果钱不够的话再给老爸说。我闻言愣住了，我觉得老爸有些陌生，或者说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老爸。老爸我爱你！我上前给老爸一个拥抱，随后骑上小单车一骑绝尘而去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来到了中心医院的急救中心，通过电话得知付清代在3号枪救室门口。我停好单车就直奔急救中心而去。在3号枪救室的门口，我看到了一脸坚强但却蹲在地上的付清代。付清代看到我就好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，他快步跑到我身前，一把将我抱住，在我怀里哇哇大哭。就算奶奶正在抢救，他也强忍着悲痛假装坚强。可当他看到我的时候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特别想哭，不想再坚强了。我将在原地手足无措。付清代在我怀里哭了一会之后，泪水终于是止住了。他擦拭干净脸上的泪水，伸出拳头威胁道：如果您敢将我刚才抱着你哭的事说出去，你就死定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付清代这般可爱模样。就在这时，急救室的门打开了，一个护士模样的人从里面走了出来。谁是侯桂芬的家属？付清代闻言快步走到护士面前，满脸担心地问道。原本脸色有些不太好的护士，在得知付清代时留守儿童时，脸上瞬间露出了同情的表情。他展开眉心，笑着对付清代说道：你奶奶没什么大事。付清代闻言终于放下心来，不过付清代的奶奶年龄毕竟是大了，需要留院观察1周，在医院里必须要有人照顾。付清代不是没想过请护工，可请护工是需要花钱，而且价格还不便宜，所以前世在这个时候只能一边照顾奶奶一边学习。但现在有我在钱方面自然没问题，但要该怎么请护工却是个大难题。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盛天。结束了和盛天的通话之后，我看着付清代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，便忍不住问道：怎么了？护士不是说奶奶已经没事了吗？奶奶是没事了，可我没钱缴费。付清代又快哭出来了。我问到：你父母呢？为什么不让你父母打钱呢？我联系不上他们。付清代声音哽咽地说道：别说是我了，奶奶有的时候都联系不上他们。那没事。我拍了拍付清代的肩膀，面露笑容地说道：放心，有哥在，问题不大。付清代仿佛猜出我想做什么，他很想拒绝，可一想到奶奶，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又被他给咽了回去。紧接着向我承诺，这次不管花多少钱，等以后自己挣钱了一定会第一时间还给我。说完，付清代满脸都是倔强和不容反驳的表情。以后再说，我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。缴完费将付清代奶奶安顿好之后，我拨通了刚才盛天给自己的电话。不共一会就到，我对付清代道：付清代将水杯和面前放在一旁，满脸歉意：大晚上还让你跑一趟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我坐在沙发上一脸嘚瑟地说道：都是兄弟，说这都多余。付清代笑了笑，没有再说话。大概又过了10分钟，护工到了，时间不知不觉来到深夜。付清代眼看都已经12点了，连忙对我道：明天还要上学，你就先回家吧，这里有我和赵阿姨就够了。离开医院后，我直奔家的方向。另一边的柳如烟家，柳如烟做完卷子之后就一直在盯着手机，她就好像前世的我一样。我每次给柳如烟发完消息，都满心期待的等待着她的回复。可当柳如烟接连发出好几条消息，最终都石沉大海，气死我了！臭林北为什么不回我的消息？见没有东西能消除自己此刻的怒火，他目光一转，看到了床上的玩偶。这玩偶跟着他可真是招老罪了。他拿起玩偶就放在床上，一顿猛捶。你是真看不到我的消息，还是不想回我的消息？你说话呀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玩偶被他捶得已经没了正常模样，捶到气喘吁吁，他才停止。回到家中的我简单收拾了一番之后便睡了。翌日清晨，我起来第一时间就拨通了付清代的电话，几乎刚响一声电话就被接通。奶奶没事了吧？我问道。没事了，付清代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轻松，生命体征一切平稳。我闻言老人家既无大碍，便叫付清代来上学。挂断电话，我买了2份早饭，我前脚走进教室，付清代后脚就跟着走了进来。等付清代坐下，我将早饭放在他的桌上，付清代也不客气，拿起早饭就开始大快朵颐。吃着吃着，付清代突然停下，他低声道：昨天晚上谢谢你啊。付清代很清楚，昨天晚上要不是有林北的安排，自己今天可能都无法来学校。还是那句话，都是兄弟，客气什么？我不以为意，可付清代却将我的好深深的记在心底，等以后我赚了钱，我会10倍奉还。他还记得奶奶昏倒时自己有多么的无助，自己一个人在医院里无依无靠的时候，是谁给了他肩膀，让他有了短暂的依靠。如果说之前的林北是他生命中的一道光，将他照亮，那么昨天的林北就是他生命里的太阳，让他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。林北对他的好他都记得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却顶着大黑眼圈走进了教室，幽怨的看了我一眼之后，他径直走了过来。林北哥哥，温柔且美丽的笑容绽放在柳如烟的脸上。这是给你的早饭，三明治和牛奶。在大家早饭都是肉夹馍加饼包子的时候，柳如烟却总是表现得与众不同。谢谢。出于礼貌，我还是向柳如烟表示了感谢。柳如烟还没来得及说下一句话，我就对盛天喊到处理垃圾了。盛天屁颠屁颠的就跑了过来。柳如烟闻言脸黑的就好像是锅底灰。林北，如果你不喜欢我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不用这么侮辱我。你可以说我是垃圾，但不能说我的早饭是。我闻言不禁疑惑，柳如烟这人也是奇怪，之前明明已经掌握了绿茶语录，可脱口而出却是舔狗话语。我不喜欢你，你和你的早饭都是，我已经够直接的了。我不信。柳如烟满脸倔强
向的走回自己的座位。盛天大快朵颐的吃着三明治，满嘴的食物让他说话都有些含混不清。原来他不是挺讨厌你的吗？现在怎么又上赶着给你送早饭了？鬼知道，我并不想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，于是继续低头看着书。吃过早饭的父亲代也开始认真看起书来。一早上的时间匆匆而过，下午放学后，我将父亲代送到了医院。父亲代奶奶已经醒了，赵阿姨估计也已经将我做的事告诉了父亲代的奶奶。老人家看到我的时候，满脸都是感激的表情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父亲代奶奶也顺利出院。出院后，我又请了一个保姆在家照顾老人家，好让父亲代专心学习。这段时间，柳如烟天天来纠缠我，不过我再也不会被她当狗玩了。转眼间就来到了最后一次摸底考的前一天。回家的路上，父亲代依旧坐在我的小单车后面。最近一段时间的食补已经初见成效，他干瘦的身体已经逐渐丰盈起来。夕阳下，一人骑着车，一人坐着后座，青春的气息在二人的脸上洋溢着，一个长得帅，一个长得漂亮。路过的人纷纷露出姨母笑。学校到父亲代家很远，坐在车后面的父亲代却觉得自己家离学校太近了，他恋恋不舍地从车后座上下来，紧接着对我发出了邀请：“那个，你要不要进来吃碗泡面？”前世看过韩剧的我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我却拒绝了父亲代好意，因为自己不想回家太晚而吃老爸的皮带炒饭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来到校门口，但并未着急地进去，而是拿出手机拨通了父亲代的电话。电话里得知这次摸底考他被分到了8班，而我被分到了4班。就在我准备前往4班考场的路上，身后却响起了柳如烟的声音，她夹着嗓子，声音很甜美：“林北，这次摸底考你在几班考试啊？”她的声音不大，却特别有穿透力。一旁的同学闻言，不少目光都朝着柳如烟看去，一些不认识柳如烟的人在看到她时，都露出了惊艳的目光。4班，怎么了？我特别不想搭理柳如烟。那我呢？我在几班？柳如烟笑着问我。因为之前的几次摸底考和这次完全一样，所以每一次都是我帮她看考场。不仅如此，之前的我还会非常贴心的将柳如烟送到她考试的班级。那谁知道啊，说完也没等柳如烟反应，我就快步冲上了楼梯。我不想在柳如烟的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。柳如烟望着我的背影，罕见的没有生气，她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勾勒出一抹好看的笑容。仅仅只是这一个笑容，就迷得周围人神魂颠倒。林北啊林北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柳如烟已经想好了，她一定要追到林北，然后再狠狠地将林北甩掉。一想到林北伤心难过的样子，她就非常开心。与此同时，我已经来到了8班门口，刚进门几个小姑娘就看到了我。好帅啊，这小哥哥是咱们学校的吗？你们连林北都不认识，是不是也太孤陋寡闻了？林北就是那个次次考试都是年级第1的林北。我一直以为林北是一个戴着啤酒瓶眼镜的书呆子，没想到是个阳光大帅哥呀。在小姑娘的讨论声中，我径直走向父亲代，然后将早饭放在他的桌子上，满脸笑意的温柔说道：“记得吃哦。”放下早饭，我便转身准备离开。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小姑娘红着脸拦住了我的去路：“帅哥你好，能要一下你的手机号吗？”不行，我一缩脖子，单手捂住了自己的口袋。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给你了，我怎么用啊？原本脸红的女孩听到这话，脸顿时就绿了，因为我的表情非常认真，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小姑娘见状也忍不住了，真是西格玛男人，活该你单身没女朋友。一旁看戏已久的父亲代终于还是忍不住笑出大鹅声。时间匆匆流逝，在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之后，我在送父亲代回家的路上，他突然红着脸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，自己明天想将头发染回来，然后再配一副眼镜。父亲代认真说道：“和他约好早上9点在他家等他。”回到家，我刚躺在床上准备刷一会短视频，柳如烟的消息就弹了出来：“哥哥，你明天有时间能陪人家去逛街吗？”我没有回复，但柳如烟却依然敲打着29键。人家之前逛街相中了一条可爱的包臀裙，明天你陪我去买，我穿给你看好不好？我知道柳如烟想乱我道心，这次我不再无视弹出的信息，而是直接把柳如烟拉黑了。拉黑我，柳如烟坐在床上无能狂怒，她感觉自己的尊严正在被我无情的践踏。周5的考试也很快完成，大家都心情愉悦地走出校门，毕竟大家都很期待未来2天的休息时间。明天别忘了。父亲代家门口，他轻声对我说。让我感到惊奇的是，父亲代在说这话的时候，表情中竟带有些许的羞涩。放心，我拍着胸脯保证道。回到家中，我前脚刚写完作业，后脚手机就响了起来。我疑惑发现自己竟然收到了一条短信。在现在网络相对比较发达的时代，已经很少有人会发短信了。我疑惑地点开，上面的备注显示这是柳如烟发来的。明天休息咱们一起去逛街好不好啊？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为了表达诚意，我明天请你吃饭，请你喝奶茶。但我闻言却无动于衷，再次拉黑掉柳如烟。林北，你真是个混蛋！我柳如烟要是再理你就跟你姓。老演员玩偶在柳如烟的怒火下已经不成模样。转眼时间来到了第2天早上8点，我在临出门之前，老爸还特意从口袋里掏出2张100元大钞，吩咐道：“儿子，不管是去网吧还是去逛街，这些钱你都拿着。”爸，我无奈的摆手道：“您忘了您儿子不缺钱，拿着。”老爸脸一板：“你的钱是你的钱，老爸给的是老爸给的，这能一样吗？既然老爸都这么说了，我如果再不拿的话，反倒成了不孝顺。谢谢老爸，老妈爱你。”刚到父亲代家门口，林北坐在摇椅上的老太太就高兴地大喊了一声。老太太醒了之后，父亲代就将她昏迷后所发生的事一字不差地说给她听。老太太听完非常感动，心想着就算我喜欢她孙女，但实际上我和他们家也是非亲非故，非亲非故还能做得面面俱到，这很难不让老太太感动。我连忙走上前去，笑着和老人家打招呼：“林北。”就在这时，父亲代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我抬头看到父亲代的时候，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父亲代今天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，下身是一条洗到有些发白的牛仔裤，脚下更是一双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白色板鞋。可就是这么一身简单的搭配，却也是惊艳到了我。不管是前世还是现在，我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父亲代。他不会化妆，家庭条件也买不起化妆品，虽然衣服朴素不施粉黛，但依旧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，真好看。我小声呢喃，父亲代听不到，一旁保姆和老奶奶却听得一清二楚。好看吗？父亲代奶奶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的戏谑。好看。我下意识点头，但很快就反应过来，满脸都是窘迫的表情。见我有些不好意思，父亲代奶奶笑着说道：“你们还是抓紧时间逛街去吧。对了，丫头。”奶奶的目光落在父亲代的身上，今天记得将头发染回成黑色。父亲代闻言点点头，坐在我车后面的他好似闻到了一股若隐若现的香气，他脱口而出
出，你用香水了怎么这么香啊？我则紧张解释道这是自己沐浴露的味道。我问父亲带他有没有常去的理发店，但由于辖城是小城市，以及父亲带的情况不支持他经常理发，于是我带他去了自己常去的一家理发店。在那家店我有会员，剪发染发都有折扣。很快到了理发店，老板是一个非常时尚的杀马特，鸡冠头也就算了，他还将自己的鸡冠头染成了5颜6色，身上的衣服更是各种链条。哟呵，老板看到我特别热情的招呼起来，这不是我林北老弟吗？怎么有空来老哥这里呢？老板是东北人，说话很有意思，陪我朋友来剪个头，顺便将头发染成黑色。我笑着对老板说道。老板的闻言目光望向我身后的父亲带，你女朋友啊？老板戏谑道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还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，要是让你老爸知道了，七匹狼不得直接打断了。朋友，我连连解释道，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。老板上下打量着父亲带，摇头道，我看人很准，你们绝对不是朋友那么简单。父亲带闻言的俏脸瞬间染上一层红晕，这层红晕更是让老板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。洗过头，父亲带边擦头边在一旁等待着。老板见状对我道，你先玩着，我去给你小女朋友剪发去了，你别乱说话呀大哥。我闻言慌忙解释道。在我等得快睡着的时候，头发终于是剪完和染完了。走出理发店，我眼神有些躲闪，不敢直视父亲带，同时用着非常的声音转移话题，问他中午吃点什么。但父亲带却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到底多少钱？也就100多吧。我含糊不清的回答，刚才跟老板通了气，结账的时候当着父亲带的面说是50，其实私底下会从我的会员卡扣掉另外50。本来想着父亲带会更容易接受点，我不想让你可怜我。父亲带的声音很冷静，听不出一丝的怒意。我没可怜你啊。我抬头一脸无辜，继而道，我只是想帮帮你。父亲带听完我的理由，咄咄逼人对我道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后退一步无奈的说道，你家情况不好，我想多帮帮你。你放心，这些钱我都记得，等你以后赚钱了再还给我就是了。我这么说，父亲带会好受一些。他外表坚强强硬，其实内心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自卑的，他不想让人可怜自己，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人。见父亲带情绪有所好转，我笑道，今天中午我请客，这你就别和我抢。父亲带爽快答应。吃过午饭后，我和他又来到了一家眼镜店。父亲带是近视的，可他却从未戴过眼镜。一番挑选之后，父亲带选择了一副价格相对便宜的眼镜。当眼镜戴在他脸上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高冷霸气的女王气质在此时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这位女王身上的气场还没起来，也没穿制服。父亲带不光惊艳到我，同时也惊艳到了自己。他有些别扭忐忑地问我，好看吗？我忙不迭地点头。刚开始父亲带有些不相信，得到我的再次肯定后，父亲带不再言语。又逛了一会之后，我将父亲带送回了家中。另一边的学校会议室里，高3年级的老师正在热火朝天的批改卷子。白天是批改试卷的时间，晚上则是誊抄成绩的时间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，这次摸底考的成绩也都出来了。老师们拆掉密封条，开始按照班级归类卷子，并且进行最后的总分登记。王老师，你们班可以啊，这次摸底考有2个740分的。一名老师惊呼一声，王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。什么？他闻言有些不敢置信，自己班学生什么水平自己肯定是最清楚的，除了林北他一时间也猜不出谁能考740分。谁啊？班主任闻言不禁疑惑道。那老师看了一眼名字愣住了，怎么不说话了？班主任见那老师沉默喊道，那老师则吞了口水，不可置信地说道，父亲带。